婚姻是人类古老的习俗，无论是来自哪个文化、宗教、经济背景的族群，都有结婚的礼仪，以示庆祝一对新人的结合。为此，婚姻也是一段亲密关系的开始。对基督徒而言，婚姻并不仅是人所制定的制度，它也是来自天主救恩伟大的标记。为此，它是一件盛事。家庭不仅是孕育新生命之地，这新生命也是一份爱的礼物，也是来自天主的恩赐。新生命的诞生本该是喜悦及美好之事，可是对于患有地中海贫血症的这对夫妇卢莱龙弟兄和郑杰弟姐妹而言，却是一件严峻的考验。郑杰弟姐妹婚后的第一胎不幸流产了。当她怀第二胎的时候，检验报告显示出胎儿患有严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症，并且只有25%的存活率。这个宝宝后来早产了，小小生命需要靠呼吸仪器来维持，最终她还是无法挨过去。面对骨肉分离，为人父母亲的美梦破灭，在重重打击之下，这对夫妻要如何继续前行呢？透过郑杰弟姐妹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见证天主如何引领他们走出人生的幽谷。我怀孕第5个月的时候，医生就验到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情，你的孩子是贫血症的，而且是严重型贫血症。每个星期我们都要到医院去排队检查，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里面是很难熬的，一直都在撑，一直祈祷而已。然后甚至我们有一次scan 出来的照片，是看到女儿在里面，她的手是这样的，所以我讲，她在这里面也在祈祷。虽然我们是教友，可是也会对天主一些埋怨。我在教堂那么活跃，我在教堂付出那么多，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过后到33个礼拜的时候，娘胎水爆，所以我们就很顺利，6个小时里面就生他出来咯。可是生出来是没有哭声的。然后我就心里做好准备了。这个应该是很不乐观的了，所以医生也有讲啦，先把他送去那个加护病房，然后再看情况。当我第一次要去找我女儿的时候，人家要推我去，因为我太弱了，就是有一点贫血的状况。我去到我看我女儿在那个 NICU 的时候，我要喊她的名字，我没有力，很伤心啊。看到她很多仪器插住，很心痛。报告出来。果然就是那个25%，然后医生就问我：“你要马上拔管吗？”一个这样小的婴儿在33个礼拜，他在那边抖，一直抖，开过一次看我那一眼而已，他只看过我一眼。所以当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接受，就是选择要让他离开咯。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我跟 Christine 2个，我家里的人全部都不在。所以到最后的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祈祷的时候跟他说：“你不用怕，我知道你在哪里，你就是在耶稣的旁边，耶稣会照顾你，妈妈没有办法陪你。”所以在那个煎熬的时间里面，我相信是耶稣，说是他一直在扶助我。我也选择一直都好像在束胸这样子抱住耶稣，不要放开他呀。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跟耶稣的那种信任的那种关系，让我继续走下去哦。从我女儿的去世，然后身边的兄弟姐妹的帮忙就是那种小小的细节都做到好像自己的家人这样子。我更体会到其实我们教会就是好像一个家庭这样子。
有些朋友来看我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没有埋怨天主，说因为这个生命是天主给的，所以天主要收回就收回。很多人感觉上啦，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个认为你一定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惩罚。可是我觉得不然，因为我知道也明白这个信仰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有起起跌跌。即便以前是一个没有风浪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可是到最后到我结婚里面遇到这个事情，我跟耶稣更加真的接近，我更加明白他的那个十字架的意义在哪里啊。的另外一年，我突然间发现我自己怀孕了，我们两个都有点茫然这样子，会不会又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最记得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看那个妇产科的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看了他的记录之后，他第一句话就讲什么 You just leave it to God. The past is the past. 就是你不要再用以前你那个 pregnancy 的那一些阴影等等来影响你。如果天主要给你，他就会再给你另外一个祝福。因为我已经算迟婚了，迟婚再怀孕其实是风险是大的啦，因为我胎盘很低，所以变成要做开刀。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有什么出现什么状况啊。过后感谢天主，一切都顺利哦。虽然天主从我的手中带回了我的大女儿，可是现在我的第二的女儿、第三的女儿也要出世了，给我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天主一直都很眷顾我，无论是开心的时刻或者是悲伤的时刻，他都一直陪伴我，引领我，他是我生命最大的那个支柱。如果你问我那两年的变化是很忙碌啦，看他们两个，就是做工以外的时间就是给他们的，因为我们也要带领他们成为一个好榜样的教友嘛，对吗？怎么样做成一个好榜样的教友呢？又不要变成宠坏他们的那种情况，很难做。真的跟你讲，也有另外一种，我们面对另外一种挑战。那个时候也是听很多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是家人，还是亲人讲，其实第一胎流产是很正常的，所以那个时候才10个星期，还没有真正到人家所谓的那个 confirm stage， 人家也不会宣布的那个阶段，所以我那个时候反而还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也有伤心一下子，不过没有第二胎这么强烈嘛。真的是会很紧张哦。去看医生的时候，那个怎么讲，妇产科的医生就是 scan 的时候啊，今天 baby 长大了啊，放心一点。等一下他讲哦，好像有一点点不理想了，我们两个又开始紧张了哦。不过因为我身体有出现状况，就是脚很快肿掉，水肿，就身体有手脚肿，所以脚肿的时候就很难走路。那时候还要在上班那些，就是还有身体的一些不适啊。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有说，我生完他过后，我自己流血不止嘛，我要输血才能够出院。到他去世，总归来讲说，伤心难过总是会有的。可是就是有了这些兄弟姐妹跟神长的鼓励，让我走出这个阴霾。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没有埋怨。如果埋怨的呢，就离开了。真的，我看过，就是因为有事情太大的打击，他就说心里快乐。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没埋怨，就代表你还是对天主是满怀希望的。无论以后是怎么样的一个路了，因为也有一些教友就讲，或许是你们是没有父母的那个圣召，做父母也是个圣召来的。
我真的很伤心，那时候也是会很伤心，没有埋怨，可是会伤心嘛，很伤心，因为身体也很弱。所以可是我就跟耶稣说，我只是求你一样事情，就是只要一个健康的孩子就好了。我说就是这样简单，一个孩子就好，还是现在有一个。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时间到了，天主要给你什么，你就接受咯。所以有时候我不是说你要求的东西，天主一定要给你嘛。可是你没有求，也不代表天主不给你哦。所以我那时候只是有想过，我只是耶稣在有那时候Marie 1岁接近1岁的时候，只是有想过，我们年纪很大才生他嘛，这边可能他长大不懂几岁，我们也不懂我们会活到几岁嘛，他会不会很孤独嘞，一个人罢了。所以突然间就怀孕了咯，我就想，哦，原来是天主要给Marie 一个妹妹，一个孩子。经历了这样多的事情，然后再加上最近的这一个疫情啦，然后让我更深的领略，就是你要给天主的，你就要给100%，你要相信他，你就要相信他100%。只要你真的是放心去相信，有那个依靠给他，你的路呢？还是我跟你说，还是会跌倒了，肯定会跌倒的。只是说你跌倒过后，你怎么样站起来，怎么样去跟天主继续保持联系，不要有中断，即使多忙都好，都要抽出那个时间出来跟他多点沟通。每个困难的背后都有天主的计划，不管你的困难是什么。如果没有天主的许可，它是不可能发生的。姐弟姐妹来自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并且在教会的青年团成长，在信仰气氛浓厚的背景熏陶下，以至于他的信仰基础十分的扎实，对于天主总怀有一份敬畏与渴慕之心。他的生活可说是不曾经历任何的苦难，只因天主在背后为他遮风挡雨，有他恩典相伴随。直到踏入婚姻生活后，由于她和丈夫患有地中海贫血症，这是一种遗传缺陷，让她之后经历了2段骨肉分离之痛。原来生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走在崎岖不平的十字苦路上，她逐渐明白耶稣基督苦难的意义。虽然面对重重打击，这对夫妇并没有怨天尤人，反而选择了把目光定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期盼着雨后的那道彩虹。祈祷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打开心眼，观看整个现实的格局，在全能天主那里汲取面对现实的力量。在人生的低谷中，姐弟姐妹除了把内心的痛苦交托给天主之外，也把埋藏在心底的愿望献上给他。天主最终回应了他，把第3个女儿赐给了他们夫妇俩。不单如此，事隔2年，也迎来了第4个女儿的诞生。天主所赐予的惊喜与恩宠，会在不完美及裂缝中绽放。为天主而言，没有不可能的事。在圣经里，若望福音15章5节，耶稣这么说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出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真心寻求天主的人，会不断地渴望他的陪伴，并且愿意全心信赖依靠他。既然天主是我们生命的养分，就让我们全然谦卑，心甘情愿地回归他的怀里。靠着天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出丰盛的人生。这一集的芥子剧场已来到尾声，希望正姐弟姐妹的见证故事
能够为你带来信仰的启发与新亮光。愿天主眷顾及保守您，再会。